2018年4月，我用了大概41天左右的时间，我重走了当年的香甜点旅行团的西迁之路，从长沙到昆明，走了一条1600公里长的老路，每天20到30公里，然后又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本大概41万字的一个非虚构的作品。我是一个记者，10多年一直在写特稿，后来转做管理，也拍过视频，忙起来特别渴望自由。等下定决心辞职后，反而更加迷茫了。刚好读到一本书叫《联大长征》，为了躲避战火，清华、北大、南开的学子们离开学堂，组成西南联大。一部分人是步行去的昆明，投身于一段未知的旅程，和我当时状态很类似，于是我就打算重走，我和他们一样，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学生的名单是292个人，11位教师，步行穿越了湘西和贵州，到达云南。当年他们用了68天走完的，用这种艰苦的方式，对当时抗战意志的一个鼓舞吧。起点是长沙，圣宁学院的主楼还留着，师生们当年躲空袭的地下室积了挺深的水，听说里头还发现了蛇。师生离开长沙不到9个月，长沙就在文夕大火中化为一片废墟。长沙好像向来就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但是某些时刻，你想到长沙被一场大火，文夕大火烧过，你的眼光或你的感受可能还是不一样。最有名的闻一多、袁复礼、李继同、曾昭伦、黄玉生。黄玉生也是这个团的辅导团团长，管钱袋子的。这300人，我住哪里，借多少稻草来铺地，谁来烧开水，谁来买菜，谁来做饭，这些都是有组织的。基本上6点半起床，8点钟就已经上路了。他们都穿的是那种土黄色的军装，伙食每天好像是6毛钱，但是国币19000。到晚餐吃的还挺丰盛的，还有红烧肉吃。带照相机的人就负责摄影、宣传抗战、科学考察。采风组一开始是有好几个学生去追着那些老乡问你这儿有什么歌谣之类的，就只有刘兆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他最后在1946年出了本《西南采风录》，一个战乱之中那个小小的文明的孤岛。到益阳，很多旅行团描绘过的那种2楼的那个木屋的场景还留着，发现他们老城刚刚拆掉，北上广拆迁都已经是过去时了嘛。你在这种小的地方，你跟人聊天，人家就会给你搬一个板凳让你坐下来，然后甚至请你吃饭，所以有段时间我还挺享受这种缓慢的感觉的。没有叫步行团，而叫旅行团，可能是为了淡化艰苦的色彩。一天走52公里还是很挑战人的。大家开始纷纷出水泡的，把针先用火上消毒，然后就来刺破水泡。他说他们的同学互相刺，自己刺自己的下不去手。也要和猪一块睡啊，或者睡稻草呀，甚至睡在棺材边上，这成了他们一个成人礼。最后一天是1938年4月28号，真的到了昆明，他们就挺振奋的，但又稍微有一点感伤，因为不能再做可爱的徒步旅行了。后来还有人用壮游这个词来形容这次旅行。我还挺庆幸我做了这件事儿，重走这一趟对家国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理解。不只是他们在路上，梁思成、林徽因也在路上，沈从文也在路上，这些人的步履，这些人的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这条路不只是一个现实的路，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